华为曾经对自己说要活下去，而这期它的对手三星可以说活得还挺好的啊，毕竟它的销量是全球第一嘛。那这期对比的产品，华为 Mate 50 Pro 跟三星 S22 Ultra 就是他们两家的旗舰产品。那开头呢，还是先问问各位，你们觉得这两台手机哪台更厉害一些呢？如果你觉得华为更厉害，打1；觉得三星更厉害，打2。华为 Mate 50 Pro， 华为今年的影像旗舰手机啊，那么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我估计他都认为这台手机的影像造诣还是挺高的。那么今天呢，给他找来了一个老对手三星 S22 Ultra。那么曾几何时呢，华为和三星在影像方面也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是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对比怎么样。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拍得不好啊，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是赵吴，我是长张。喜欢这期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多多支持，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哦。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华为 Mate 50 Pro 跟三星 S22 Ultra， 他们俩在影像方面的对比到底怎么样？简单说一下两台手机的后摄配置，毕竟大家对它俩都应该比较熟悉了。Mate 50 Pro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3.5倍的长焦。三星 S22 Ultra 后摄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和10倍的长焦。那拍摄界面大家也应该比较熟悉了。Mate 50 Pro 虽然说了3颗镜头，但是给了你4个焦段切换按钮。注意，最上面的10倍并不是光学镜头，而是3.5倍的数码变焦啊！再提醒一次。那三星 S22 Ultra 拍摄界面的4个焦段切换按钮，就是4个光学镜头了。在后面对比中呢，还是用简称。Mate 50 Pro 简称华为 ，S22 Ultra 简称三星。那么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从硬件参数上看，三星这边占优，感光器面积它更大，像素它更高，但是它的硬件有点老。哦，对了，华为那边也不年轻，但是这次它引入了一个可变光圈的技术。那么在单独聊它的节目中呢，已经详细的讲了它在各个光圈下的成像效果以及画质了。那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单独的这期节目。那这次呢，就用各种条件下它的默认设置来进行对比了。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色彩都还不错。华为的色彩稍微沉稳一些，三星稍微亮堂一些，视角也稍微有些区别啊。华为这边还是会裁一圈画面来保证边角画质，所以它视角更窄。中心解析力方面，由于华为的视角窄，物体拍得更大，那么有些木纹呢，确实是华为更清晰，但是暗部细节呢，没有三星的丰富。边角画质方面，那这回就不是镜头的光学素质了啊，因为华为已经裁了一圈画面了。那从成片上看呢，边角画质是华为的好。换一个场景，这回两台主摄的成像色彩还是很接近的啊。那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两边的差距不大，但是三星的锐化更重哦。边角画质方面，依然是华为的成像更好啊，但是这个不是镜头的光学素质啊，前面说了，它都裁了一圈画面了。两台手机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但是像素不同，华为是5000万，三星是1亿。中心解析力方面啊，看过之前的节目都知道啊，在这方面三星是稳赢的。它俩除了有高清模式以外，还有比高清模式更高清的增强模式。那华为这边叫 AI 高清，三星叫1像素增强。那在解析力方面呢，还是三星稳赢啊，但是它容易出现像画面中的这种花了吧唧的情况。
再看超广角镜头啊，从硬件上看呢，三星的感光器稍微大一点，但是它俩都挺小的。像素是华为更高，视角是华为更广。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色彩都不错啊，三星的天更蓝一些。最主要的区别还是视角的差距啊，这个红边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看过前几期的朋友都知道，这次华为超广角的中心解析力非常厉害。有人说它是用的是主摄的融合算法，就是中心部分是主摄拍的。但是呢，超广角都是越往外画质越糟糕，我也没找到明显的分界啊。如果是融合算法也无所谓啊，这点华为做的还不错。边角画质方面，两边是都有下降的，但是华为的视角更广，那么它的边角画质是更难把控的。但是对比起来看的话，跟三星比是只强不次啊。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华为这边的颜色相当艳丽啊，而三星那边呢有点发白。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华为的优势很明显。边角画质方面，两边是都有下降，但还是华为的稍微好一点。两台手机拍摄微距都是用超广角镜头拍的，华为呢有一个专门的微距模式，而三星呢就是用超广角直接拍。从实拍样片效果上看，乍一看以为是华为的效果更好，因为它的微距物体拍得更大嘛。那其实呢，它是用超广角拍完之后再数码裁切放大一下。那找一张照片啊，咱们都把它细节放大，仔细看的话，其实两边的细节呈现，三星是不输华为的。再看中长焦镜头，这项的差距呢，可以说是两台手机后摄配置中最大的差距了。那中焦镜头呢，华为还是有优势的啊，感光器面积啊、像素啊都比三星强。但是长焦镜头嘛，跟三星比就没法抗衡了。对比照片，咱们还是先从2倍开始对比，因为2倍还是很常用的。那么他们都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啊，都没有光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差不多啊。我对比了很多张，两边可以说是差不多。3倍焦段的对比，华为是3.5倍，三星是3倍，它俩都是光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啊，华为稍微强一些，这前面也说了啊，它硬件上确实有优势。但是到了10倍焦段，我估计大家都知道结果了。那华为这边呢，没有10倍光学镜头，它只能靠3.5倍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三星的优势非常明显，这个比多少张都是这样啊，没有什么悬念。哦，对了，还有长焦头的对焦能力。他们的长焦对焦效果都是不错的啊，现在是华为3.5倍镜头的对焦效果，现在的录屏是三星3倍镜头的对焦效果，现在是三星10倍镜头的对焦效果啊，他们的对焦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放心使用。华为 Mate 50 Pro 的前摄有3个焦段，原相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原的。人像模式里，美颜有3个功能：磨皮、瘦脸、肤色，还有几种简单的背景虚化效果。录像里面同样是这3个焦段，整体防抖效果还挺好的，而且3个焦段特别方便。那三星的前摄是有2个焦段，人像模式拍摄时可以磨皮，只有这一个功能。照片模式里的美颜功能倒还挺多的，可以加滤镜，可以调整皮肤光滑度、皮肤颜色、脸型、眼睛这些。录像的时候也可以开美颜，还有一个功能可以自动构图，它会自动改变缩放的比例，以便将人脸保留在画面中心。这个录像的视角也是挺小的，这样做之后它人脸就会占很大的比例，但是防抖效果确实是有用的。这个自动缩放的功能总体来说就觉得还算是有用吧。下面看人像拍摄的效果啊，我估计人像拍摄可能大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在这次华为的人像做的还是很好的，肤色是非常好看的。三星这边呢也还行，主要是还原的不错。但要说抠图效果的话，我估计不放大大家也能看出来，华为那边做的还有点生硬。直出宽度的效果，这两台手机做的都很优秀，但是还是有些区别的。比如说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亮部细节两边都非常不错啊，但是暗部细节三星做的是又暗细节又多。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但同样还是暗部的区别啊，三星又暗细节又多。但是换了一个场景，结果就发生了变化，还是主摄啊，这回华为的暗部细节更优秀啊。但是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三星还是能营造出晃眼的感觉，这点三星一直做的都很棒。再换一个场景，主摄上亮部细节华为有些生硬啊，暗部细节两边各有各的好，有清楚的啊，有能按得下去的。那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三星还是能营造出晃眼的感觉。再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这回暗部细节又是三星的优秀了，但是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反而是华为的细节更多。那综合这些场景看下来啊，只能说这两台手机在直出宽度上都是高手。夜景拍摄这块，华为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那一旦触发呢，你只能静静的端稳啊，等待它的照片拍完。三星这边的自动夜景呢确实慢，
而且我也更喜欢用它的直出。那下面在比较亮的环境下呢，华为用的就是自动夜景，三星用的是直出。那在主摄的表现上，无论是暗部细节还是亮部细节，两边的成片效果都不错。两台手机的超广角在这种城市照明的环境下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啊，都可以应付。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优秀。超广角的表现半斤八两吧，华为的暗部细节稍强。再换个大光比的场景，有亮光有暗部，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优秀，超广角的表现也都可以胜任。这个场景难度加大了啊，光线更暗了。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由于华为有自动夜景嘛，暗部细节更多。再换一个比较暗的大光比场景，强光阴影都非常多，主摄的表现还不错啊，三星的直出还扛得住。超广角的表现比华为稍微差一点儿，这个场景难度非常大，非常的暗啊。华为这边虽然说有自动夜景加持，细节拍的更多，但是偏色比较严重。超广角也是如此啊，细节多，偏色严重。非常暗的城市道路上，华为的主摄还是偏色。那超广角的表现，华为倒是很好。从女流氓小巷开始，光线非常暗了，手机都得打开夜景模式了。先看主摄，华为的暗部细节明显比三星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华为的好。阴森小楼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华为的好。祖传神树场景，华为的表现还是在暗部细节上比三星的强，但是华为拍的也太亮了，它就不能暗一点吗？超广角的表现，华为这边是又暗细节又多啊，这个挺好。健身器场所，华为也是这个问题啊，拍的太亮了，虽然说细节确实比三星丰富，那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华为的好。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华为的主摄还是有些偏色，但是细节肯定是比三星强的啊。那看来啊 ，YYB 滤光片加上最大 1.4 的光圈，在拍夜景的时候确实有优势。那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华为稍强。录像环节，我们依旧用的是默认设置，就是厂商最想让你拿起来就用的设置。先看主摄的表现，华为升级系统之后效果还真不错啊，无论是防抖和清晰度，跟三星可以说差不太多。超广角的表现，从颜色还有锐化上看，仔细看啊，华为那边是有锐化的啊，整体表现还是三星的更优秀。两倍段录像的表现，两边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摄啊，华为的清晰度更高。录像第二个焦段，华为是4倍，三星是3倍。视角有些差距，那放大呢？解析里咱们各看各的啊，可以说都不错，但是防抖是三星的更好。10倍段录像的表现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华为那边只能靠3.5倍的数码变焦了，无论是颜色还是清晰度啊，都是三星的更好。夜晚录像的表现，主摄上也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但是鬼影呢也是华为更重。超广角在这个场景就很难应付了，非要挑一个好的呢，就是三星的更好。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主摄的表现上华为的更优秀，那超广角的表现就都应付不了了。公约设计方面，这代 Mate 50 Pro 从观感上看还是很精致的，但如果上手摸裸机的话，质感方面肯定还是 S22 Ultra 更好。后摄造型方面， Mate 50 Pro 算是有传承，而三星 S22 Ultra 那边，如果你一开始就喜欢，那它应该是很漂亮的，如果一开始就不喜欢，那就没办法了。屏幕方面没有悬念，肯定是三星的更好。手机厚度方面是华为做的更薄，但是后摄的凸起呢，华为也不低。虽然说它的主摄感光器不大，但是有可变光圈模组，所以也薄不了。那其他硬件方面的差距，比如说跑分啊、续航、游戏发热呀，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华为 Mate 50 Pro、三星 S22 Ultra， 那这两台影像旗舰啊都很厉害，虽然品牌的处境不同。华为一直在努力要活下去，而三星却蝉联了很多年的全球销量冠军，活得相当滋润。而且啊，就算它不卖手机了，就光卖手机配件都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回到这两台手机的对比上来， Mate 50 Pro 还是很厉害的，主摄的表现 S22 Ultra 更好，高清模式的解析力优势很大。超广角的表现 Mate 50更优秀啊，普通模式下的解析力很棒，而且视角更宽广。中长焦的表现，那无疑是 S22 Ultra 更好啊，这点没有悬念。人像的表现两边都不错， Mate 50 Pro 人物肤色更精致，但是抠图没有 S22 Ultra 老辣。直出宽容度两边都是高手，夜景的表现，如果你能忍受 Mate 50 Pro 的偏色，那从细节呈现上来说啊，是它的更好。录像的表现 ，Mate 50 Pro 随着系统升级，进步明显。白天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夜晚的表现也能强于 S22 Ultra。只是长焦端的录像啊，由于硬件的差距 ，S22 Ultra 还是顶级的存在。
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哦。记得一定要点赞，还有加关注，多多支持。没错，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